OK，welcome back， 同学们欢迎回来，又一次开始我们的这个课程。好，我们看一下226页上的文章。第45篇文章，题目就是2个重点单词，一个单词叫做 omnishambles or omnipotent 叫无所不能 omnishambles 叫什么都不能，所以到底是能还是不能？为什么会有这个标题的出现？那么等我们读完这篇文章以后，你再来看，可能就会更清晰一些。首先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cross-country deals i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can be painful affairs。 我们讲过如何去找作者的观点，或者说找出一个观点来，区分观点和事实。像第一句话它肯定是个观点了，说 can be 嘛，这是一个主系表结构， painful affairs 将会是一个痛苦的事情，痛苦那就是一个主观的感受，那是个观点。广告行业的跨国的交易啊，将会是痛苦的事情。 Look what happened to the guy Mac Kendrick, the young executive sent by the London-based agency to oversee its acquisition of the New York rival in Mad Men。 看看到底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的事情是什么，你就明白了。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 Guy the Mac Kendrick。 这个人呢是一个年轻的执行官这个年轻的执行官呢是一个以伦敦为基地的广告公司，然后呢把他派到纽约去实施一个并购，他们纽约的对手也就是一个英国公司去收购一家美国公司。 In Mad Men, yes, it is now compulsory to refer to the hit television series in all articles about the ad business。 这个 Mad Men 你需要有个背景，它是个剧集，这个剧集的翻译呢这叫做广告狂人。然后呢这个广告狂人这个剧集 Mad Men 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就是说后面告诉你说这个是的，现在呢一般说来就把它一个认为是一个电视剧集的名字，一般说的 Mad Men 大家都会想到不会想到疯狂的人，都把它想成是一个这个就是广告剧集的名字，就是电视剧集的名字。而其中有个单词叫做 hit television。 hit television 就相当于是这个很受欢迎的电视剧集 television series， 就类似于什么继承者们呐，还有什么城市猎人呐，还有什么来自星星的你，是吧？韩剧一样的美剧啊。In all articles about the ad business， 所以一般谈到这个关于所有的广告业的文章，只要谈到 Mad Men， 大家想到这是一个电视剧集。而这个人呢，就是电视剧集里面的一个主人公。他呢，在电视剧当中呢，他是被这个就是伦敦公司派到纽约公司去收购一家他的竞争对手。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发生什么情节呢？ The staff threw the party， threw the party 就这个就是举办派对 throw the party 来 celebrate the takeover， 来庆祝这个并购的事情。 And drunken secretary， 一个喝醉了的一个秘书 drives the lawn mower through the office shoveling mist to the Mac the Kendrick's foot。 然后呢开着一个剪草机就冲过这个办公室然后还把这个哥们儿的一只脚给 shred 嘛，就是这个给切碎了特别血腥的一个剧集。记住哈，这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这是在讲电视剧里面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老外在写文章，特别是经济学中，他很多时候会把我们不熟悉的背景加进来。像曾经有一年2011年的时候，考研英语文章中就谈到过一个美剧，就是 Friends 老友记。老友记里面呢
就是六人行也讲。然后《老友记》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 Rachel 的一个女主角，她的主角的名字是 Rachel， 然后扮演者的名字叫做 Jennifer Aniston。然后 Jennifer Aniston 大家都知道，她呢是布拉德皮特的前妻。然后呢，在文章当中，就讲她现在是个相当于是个未婚单身妈妈，在剧集当中，她也扮演着一个离婚的女人，所以她就借用这个人现实生活当中和在电视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统一性，就向人们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单身的明星，特别是单亲妈妈，明星好像挺有吸引力的，就说明美国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厌倦或者不反感生育的社会。对于生孩子这个事情，美国人是抱以极大热情，是一种正态度的。然后这篇文章呢，也是利用这个广告狂人这电视剧当中这个人来表明，你看看，在这个电视剧里面都这么反映，电视剧是源自于生活，又来反映说，你看这哥们儿这个跨国的并购真不好受。On July 28th, however, 但是在7月28号 ，there was no bizarre gardening accidents。bizarre 这个单词是表示令人惊讶的，就没有这种令人惊讶的这种花园血腥案件发生。As the executives of the two real-life advertising firms toasted the merger with champagne in Paris。所以说，在7月28号那天啊，7月28号那天，在巴黎所举行的这个两个公司的合并的酒会上面，没有发生这种像电视剧里面的这种血腥的情节，虽然没有发生这个事情，Mary's Neffen, the boss of the French Publix Group， 这是一家法国公司啊，法国呢，这家公司的名字呢叫中文当中我们把它翻译成所谓的杨氏集团啊，杨氏集团。然后呢，还有一家呢是这个 John Ren。The head of the American competitor Omnicom， 这个集团叫鸿蒙集团，也是非常杨氏集团和鸿蒙集团这两个集团都是非常著名的广告公司，toasted the birth of the publicist Omnicom。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再看标题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其中谈到的鸿蒙 Omni 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Omni 是都在的意思。所以他是借用这两家公司，其中两家合并的公司当中一家的名字来做了文字游戏。到底他们是能呢，还是不能呢？你到底是真的能呢，还是真的不能 ？Which will overtake British-based WPP as the world's largest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agency。这家公司就是法国公司和美国公司合并之后呢，就将会去超越、取代 British-based VPP， 就是一家英国公司。他经常会讲什么什么 based， 就是英国公司，比如说中国公司就是 Beijing-based， 那么总部是在北京的，对吧？这样一叫中国公司 WPP， 因为他这样说，他为什么不说 British WPP？ 你很难说它是一家什么公司，对吧？它业务很广，跨国公司嘛，所以他这样表达其实是更精准的。就好像你说一门英文报纸，你就我就说英文报纸，我们一般情况下会这么说，叫做 English language newspaper。我们这样说，这是一份英文报。如果你直接说 English newspaper， 就很有可能是一个英国的报纸，对吧？它会产生这个歧义，所以在这儿呢，它经常会用，比如说前面什么这个就是the British based，the London based 啊这些，它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广告集团和最大的营销集团。With a combined 2012 revenue of the 23 billion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35 billion。当然，比起苹果公司它小多了，但是就广告业的，它能占到230亿美金的每年的收入，而且它的市场价值的估值高达350亿美金，这很可怕的一个集团了。To placate 这个单词 ，to placate，to
placate， 缓解，这个 placate 这个单词安抚，为了去安抚这个 French fears of the foreign domination of the one of the country's the most prominent companies。为了去安抚这种法国人的情绪，他们这种法国人有种担心，他担心什么呢？说国外的资本会控制这个国家最著名的2家公司之一。为了安抚他们，因为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这是其中一家，这杨氏公司。因为法国在整个欧洲的计划当中，现在也融入欧盟以后，整个欧洲为整体的话，实际上，法国的公司其实现在有名的并不多了，这算是其中一家了，真是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杨氏公司，我们不了解而已。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怎么安抚的呢？怎么安抚的情绪呢 ？For the time being the combined firm, for the time, 届时就在那个时候，2家公司合并以后 will keep headquarters in both Paris and New York and being listed on the exchanges in both cities。 这2家公司呢，在纽约，这家公司呢，新建的公司呢，都会在纽约和巴黎都保留总部，都会有总部，而且呢 listed on exchanges in both cities。 这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叫做 list on exchanges in both cities。 list on exchanges 上市，在这公司还分别在2个城市同时上市，就是法国的交易所上市，2家公司都同时上市，就是为了这个 to placate to 去安抚他的这个情绪嘛，对不对 ？placate 安抚他的情绪，法国人情绪。实际上谈到说安抚法国人情绪，法国人实际相对来讲，他是一直以来都比较排外的。在我们的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篇文章也谈到了关于法国人这个排外的问题，法国人排外的问题，这个167页上面，同学们一起来看一下。167页上面，就是这个法国人呢，就是苹果公司，就是关于巴黎的问题。关于法国人对于在苹果的这个软件上面，有一个 APP 被下架，法国人他其实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民族的这样一种文化的捍卫的精神，他认为必须去捍卫自己，他认为你是用文化入侵，所以才会这个地方，法国人的情绪。当然，写这篇文章的人是个英国人，英国人跟美国人的之间，英国人跟这个法国人之间一直呢其实也不怎么待见，都是在当年这个100年战争。虽然说事过这么久，相互都不怎么看得上。英国人呢认为法国人是一个高度青蛙，然后这个法国人会认为这个英国人呢是这种Anglo-Saxon 野蛮人种，对吧？是这么一个情况。好 ，Mr. Ran and Mr. Levin will serve as joint chief executives for 2.5 years。这2家公司的2个老总呢将会成为这种联合的执行官，至少是2年半时间当中。After which Mr. Levin will become the non-executive chairman, and Mr. Levin will continue alone as boss. 然后接下来呢 ，Levy 这个人呢，他将会成为一个就是不参加管理的一个董事局主席，而这个 Ren 这个人呢，他呢将会成为这个就是继续当老板。This is no love affair. This is no love affair. 这不是一个谈恋爱的事情 ，but there are reasons for mutual attraction。虽然不是谈恋爱，但是也有相互吸引的原因。就是说，前3段谈完以后，马上讲为什么是这2家公司将合并呢？这篇文章长度非常长，我们节选的很不容易。Publicis has more exposures to emerging markets。来回想一下 ，emerging markets， 今天上午刚讲过的，什么意思？不知道？新兴市场，对不对？
讲的是我们这个中国、印度，对吧？考同学们，单词是否记得？155页，翻过来。Jeff Books, the boss of Time Warner, a large media conglomerate. Jeff Bever, the boss of Time Warner, a large media conglomerate. 来告诉我 ，conglomerate 什么意思？对啦，大型的这种媒体帝国嘛，对不对？大型的集团嘛。时代华纳公司97年就考，现在还在考时代华纳公司，这些单词也要注意了啊。来，继续回过头来看227页上面。Publicist has the more exposure. Has more exposure. Exposure 这个单词本来是表示暴露，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多的优势。如果是让我来翻这个句子的话，我就会把它翻译成更多的优势，或者更多的经验，对不对？或者占据有更多的资源等等。Exposure, more exposure. 比如说 somebody has more exposure. Somebody has more exposure to something. 就占有更多的什么东西，占有很多什么资源，占有在这种新兴市场上的资源。And the digital advertising, 而且呢，他们在这种数字广告业上面有更多的资源。所谓的数字广告业就是 on websites， 在这个就是网站上 ，mobile devices and the like， 很好的一个表达 and the like 等等。它的意思是，这也是我们以后在写作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在网站上，在移动设备上面等等。The main sources of the growth for tomorrow's adamant， 猜都能猜得出来 ，advertisement 再加上 man， 广告业人士，这是明天的广告业人士增长的主要来源 ，the main source of the growth for the tomorrow's adamant. In return, Omnicom provides publicists with scale. In return, 好 ，in return 作为回报，记住了，这是个短语啊。因为你两家公司谈恋爱嘛，对不对？虽然不是谈恋爱，但是也得相互吸引 ，mutual 这个单词也很好，相互的。像今年考研英语写作当中就考到了相协，那么你可以翻译成 mutual supporting， 相互的理解 mutual understanding。mutual 这个单词非常好，相互的吸引 mutual attraction。你既然杨师公司能够提供这样好的一个资源，那么你作为 Omnicom 另外谈恋爱另外一方，你又能提供什么呢？这是美国人经常讲的 ，Do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what ask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对吧？作为回报 ，Omnicom provides publicists with the scale， 规模。鸿蒙公司在中国有办事处。你们说网上招聘什么的，如果想从事广告业的同学的话，这两个公司都是非常棒的，在现在已经合并了。中国也有这个鸿蒙的这个办事处，非常大，4A 级的广告公司。Return Omnicom provides publicity scale. It is the bigger of the two, and the solution to its succession problem. 因为这样还能够。为什么说是 scale 呢？因为两家公司在一块嘛，就更大了，而且还能够解决他的继任者的问题。因为 Levy 这个人啊，已经71岁了 ，has been trying to find a replacement for years， 他已经花了好长时间找他继任者，找不到合适的。He proposed the merger when he met Mr. Ren at the party in New York。但在纽约见面以后，他发现，哟，这家公司的老总很符合自己的这个胃口，决定找他来进行。所以这就是他们合并的原因，为什么会合并？然后接下来 ，There are risks, of course。合并之后的风险是什么 ？Some advertisers who are greater rivals
some advertisers who are great rivals, such as the Coke and Pepsi。在这儿必须给同学们说清楚一点，就是 advertiser。如果我不加以区分，它实际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出钱打广告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广告商。但是如果我一定要去区分这两组概念的话，那你必须得知道 advertising agency。如果把这两个概念摆在一篇文章中，如果不摆在一篇文章中，那你认为他是出钱打广告的人，或者是打广告的人 OK。记住，它两个意思，一个是出钱打广告的人，一个是广告代理商。而这就是广告代理商。记住，这两个单词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时候，那 advertiser 就是出钱打广告的人 ，advertising 就是广告代理商。如果不是同一个出现的时候，你就注意它有可能，它也可以表示广告代理商。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出钱打广告的人，说白了是客户。风险在于有一些客户，就他们的广告客户 are great rivals， 本身就是死对头。比如说 Coca-Cola and Pepsi， 都知道可乐的两个巨头，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 ，and AT&T and Verizon。AT&T 公司，这是一家非常大型的美国的这个电信企业，然后还有一个是 Verizon 公司。We'll find their accounts being handled by subsidiaries of the same group。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广告业务 accounts， 广告业务，他们的 accounts。这两家公司就会发现，哟，我们的广告业务都是被同一个集团下面的两个子公司 by the subsidies of the same group， 一个集团下面的两个子公司所控制的，那这可能就受不了了。And may need persuading in order to take their business elsewhere。于是乎，他们可能会力劝客户与此集团在其他区域来进行合作。也就是说，你会产生这时候就会 not to 就需要说服他们，就说你别在这个同一个区域当中打仗，你干脆在其他区域进行这个代理，这样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客户的缺失嘛。There may be transatlantic cultural clashes between the berets and bow ties at executive level。所谓的贝雷帽和领结，这个 beret 和 bow ties， 所谓的跨大西洋的文化冲突，在贝雷帽和领结，哇，听上去好难的样子哎，但其实不是，说白了就是说美国和法国文化上的冲突在执行层面上的体现，就这么简单。贝雷帽，法国人，因为看法国人戴的帽子是贝雷帽 ，beret， 美国人打领结 ，and create people lower down may also balk at working for such the vast conglomerate。 又来 conglomerate，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 conglomerate 的一个世界，对不对？而基层的创新人才也可能会由于加入如此庞大的一个集团公司而付诸手脚 ，park 畏手畏脚 ，bark 畏手畏脚 ，lower down 这个地方是一个后置定语 ，created people lower down may also bark at working for such the vast conglomerates。
因为小公司可能就会创业型企业、成长型企业，可能在程序上会更加的精简，而一个大公司为了保证它的公司的运作，可能在程序上显得就会比较复杂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把握住怎样去面对。However， 但是 scale also promises to bring the bigger profits。大的规模当然也会带来大的收益。第一个老总，杨氏公司的老总 Mr. Levy and the Wren predicted the merger， 就做出了预测，说这次的合并 will help them cut around about $500 million a year in costs， 至少能够减少5个亿的开销，5个亿美金的开销，就是可以减少5个亿的开销。你合作一起 ，and some analysis think it could be even more， 而且有分析者就认为，甚至不止5个亿，甚至会更多。这篇文章一共6个段落，可以说不用做任何的改动，可以成为一篇考研英语的真题。首先，第一段就可能把人给搞得晕死过去。记住，第一段是个引入。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考研英语文章吗？它是个引入。英语文章在外刊上面，我们经常议论文3步：第一是引入，第二是论述，第三呢是给出一个呼应。有时候它不要引入，但这篇文章我们把引入给加进来了。实际上不仅仅是这样的文章，你看我们这最新的一篇文章，来看前面。21页上面的21篇的文章 ，Fighting the System， 这个叫狮门公司。那么狮门公司呢，在描述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用到了它的一个比喻了。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最新的一个电影叫《Hungry Game》，叫《饥饿游戏》。饥饿游戏就是由这家公司来出品的。那么在饥饿游戏这篇当中，你看23页最后一段，你看在呼应的时候，他就用了这样的方法，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情节和电影中的情节重合起来跟你论述。你要知道它的 as Cantonese, Everton and any film the fan knows， 他以及任何一个电影的这个就是粉丝都知道 ，one can win one Hunger game only to be thrown back in。and be forced to fight another round。 任何一个电影里面都知道，在 Hungry Game 当中在饥饿游戏当中，每一轮的胜利只意味着下一轮斗争的开始。他用这句话来比喻什么？ Hungry Game 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在这儿，它其实它更多代表的就是在残酷的电影业的竞争当中，你即使赢得了这个时候一场票房的胜利，可能在下一场这个票房的争夺会更加的残酷。所以对同学们来说，这种文章和文章之间的这种关联性，他写文章的这种风格，我们经常讲文风嘛，它会形成一定的文风。今天给同学讲了7篇文章，其实你会发现他的文风，不管从单词上来讲啊，从他的句子上来讲啊，从他的段落结构来讲啊，从他的写作风格来讲，它确实都符合一定的模式。来，我们一起来把这篇文章整体看一遍。Across country deals i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can be painful affairs. Look what happened to the guy Mac Kendrick, the young executive sent by his London-based agency to oversee its acquisition of the New York rival in Mad Men. Yes, it is now the compulsory to refer to the hit television series in all articles about the ad business. The staff threw the party to celebrate the takeover, and a drunken secretary drives a lowered molar through the office, showing Mr. Mac Kendrick's foot. On July 28th,
However, there were no bizarre gardening accidents as executives of the two real-life advertising firms toasted their merger with the champagne in Paris. Maurice Levin, the boss of the French Publicist Group, and John Wren, the head of its American competitor Omnicom, toasted the birth of the Publicis Omnicom, which will overtake British-based WPP as the world's largest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agency, with combined 2012 revenues of 23 billion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35 billion. To placate the French fears of the foreign domination of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rominent companies, for the time being, the combined firm will keep headquarters in both Paris and New York, and be listed on exchanges in both cities. Mr. Wren and Mr. Levin will serve as the joint chief executives for 2.5 years, after which Mr. Levin will become non-executive chairman and Mr. Wren will continue along as boss. This is no love affair, but there are reasons for mutual attraction. Publicis has more exposure to emerging market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the main sources of the growth for the tomorrow's Adam. In return, Omnicom provides Publicis with scale. It is the bigger of the two, and the solution to its succession problem. Mr. Levy, who is 71, has been trying to find a replacement for years. He proposed the merger when he met Mr. Wren at the party in New York. There are risks, of course. Some advertisers who are the great rivals, such as Coke and Pepsi, or AT&T and Verizon, will find their accounts being handled by subsidiaries of the same group, and may lead persuading not to take their business elsewhere. There may be transatlantic culture clashes between the Barretts and the Bowties at the executive level, and creative people lower down may also bark at the working and for such the vast conglomerate. However, scale also promises to bring the bigger benefits. Maurice Levy and the Wren predict that the merger will help them cut around 500 million a year in costs, and some analysts think it could be even more. 好，这篇文章讲到这儿。